想象一下，正中午太陽高掛，突然整個世界黑了，不是日落，不是停電，而是正午變黑夜。如果今天台北中午12點突然黑成午夜，你第一反應會是什麼？地震、天文異象、世界末日。2000年前，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那一天，就真的發生了。而就在那片黑暗中，耶穌喊出了一句震撼歷史的話。經文說，從午正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午正是中午12點，申初大約下午3點，整整3個小時黑暗，這不是普通自然現象。逾越節是在滿月時期，不可能發生日食，所以很多聖經學者認為這是神學性的黑暗。在舊約裡，黑暗常象徵神的審判與悲痛，好像整個宇宙都在為十字架默哀。下午3點，耶穌大聲喊：以利，以利，拉瑪撒巴各大尼。意思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這句話其實是詩篇22篇的開頭。詩篇22篇描述一個義人受苦，手腳被刺，人分他的衣服，聽起來是不是很熟？耶穌不是在絕望亂喊，他是在引用一首彌賽亞詩篇，十字架正在應驗聖經預言。旁邊人聽見說，他在叫以利亞。為什麼會誤會？因為以利聽起來像以利亞，有人拿海龍沾醋，用葦子送給他喝。有些人說，等一下，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救他？這場景有點像圍觀群眾，等等看會不會有奇蹟？但他們不明白，真正的奇蹟正在發生。經文說，耶穌又大聲喊叫，氣就斷了。耶穌不是慢慢衰弱死去，他是大聲喊叫後死去。在古代十字架刑罰裡，很多人是窒息死亡，通常已經虛弱到說不出話，但耶穌最後仍然大聲呼喊，好像宣告完成了。生命不是被奪走，而是主動交出。就在耶穌死的那一刻，發生一件震撼事件，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2半。這幔子是什麼？在耶路撒冷聖殿裡有一道厚重的布幕，隔開至聖所，只有大祭司1年1次可以進去，象徵人與神之間的隔離。但現在幔子裂開，而且是從上到下，意思很清楚，不是人撕開，是神撕開，通往神的道路打開了。接着還有更多異象，地震、磐石裂開，墳墓開了，甚至有聖徒復活，在耶穌復活後顯現。整個宇宙仿佛在說，這不是普通死亡，這是救贖歷史的轉折點。最震撼的一句話不是門徒說的，而是羅馬軍官百夫長看到地震與所發生的事，就說：這真是神的兒子了。注意，這是一個外邦士兵，不是神學家，不是宗教領袖，但他看見十字架，得出結論，這是神的兒子。有時離十字架最近的人，反而最容易看見真相。最後經文提到一群人，遠遠觀看的婦女，其中包括抹大拉的瑪利亞、雅各和約西的母親瑪利亞，西庇太兒子的母親。當很多門徒逃走，這些婦女仍然在場。歷史常忽略他們，但聖經沒有。他們見證了十字架，也將見證復活。整段故事裡有幾個強烈對比：世界黑暗，但救恩正在誕生；神子被棄，人卻得接納。幔子裂開，道路打開，死亡出現，生命開始。十字架看起來像失敗，但其實是宇宙最大勝利。有時候人生也會出現正午的黑暗，工作崩潰，關係破裂，信仰動搖。那時候我們也可能問：神啊，你在哪裡？
但十字架告訴我們一件事，神不是不懂黑暗，他自己曾經在黑暗中呼喊，所以他也懂得我們的呼喊。那一天，天空黑了，地震了，聖殿裂開了，一個羅馬軍官抬頭說，這真是神的兒子。而歷史也從那一刻開始被重新定義，因為那位在黑暗中死去的王，3天後會讓世界再次看見光。